見到呢一棟嘢真係幾恐怖，燒到咧頹垣敗瓦嚟形容呢一個場景。嗱，呢度你唔需要驚有嘢冧落嚟，但係周圍真係咁樣近睇，我唔敢跨過去啦已經。嗱，前面有啲石油氣路，咁我行開啲，唔知佢會發生啲咩事。見到呢一棟嘢1層、2層、3層、4層燒到咁樣，幾心寒真係。跟住佢仲要加埋落雨，然之後生鏽。佢啡色咁樣，唔係好睇得出佢係燒過火燭燒成咁樣，但係有啲木嘅係已經燒到黑炭咁樣，全部都係，都唔敢行咁近啊，亦都冇需要行咁近。今集會主要睇一睇輪島朝市呢一個市集，已經有超過1000年歷史。之前2集就睇咗去輪島嘅途中，同埋到咗輪島之後去朝市中途嘅景象。頭先睇嘅畫面係一片空地，但係喺地震同埋火災發生之前係佈滿晒建築物。一陣間會用地震發生之前嘅相片嚟做一作比較，睇睇今次地震同埋火災所造成嘅損毀，同埋今集都會解釋點解2024年能登半島地震去清理倒塌建築物嘅進度會咁慢，係咪因為真係政府咁失策？慢慢嚟，見到好多車。咁我睇下呢度先啦，前面因為我影住嘢去行嘅車行到近嘅話咧，佢會覺得好似好猛咁嘛。呢條友快啲過啦，就喺呢度啦。呢度都唔係最重災區嗰度，地板睇住。阿嬸嬸見到喺度影嘢，佢都停一停。七半啲。呢一條朝市嘅路，如果喺地震之前，兩邊都會擺晒攤檔，非常之熱鬧。但係睇睇而家嘅情況，呢度都係7嘅。山崖正右衛門漆器店，見到呢個招牌都感覺到佢歷史。然後阿姐姐大姐姐佢喺架車上去攞嘢，咁我行咗過去先，唔好阻住佢。原來咁樣，哇！有啲都頂得順。呢度就賣丸油餅子同埋金箔嘅雪糕。呢度仲平啊，賣700 yen 嘅。我喺金澤嗰度就賣891 yen。同埋柚子嚟嘅，佢加埋柚子雪糕底加金箔。咁如果佢第時復興完之後咧，就唔該你度幫襯下啦。咁另外仲有呢度全部都係災害嘅垃圾嚟㗎啦。我呢間先乜，即係佢話唔該，咁係咪即係叫唔該拎走定係點樣呢？呢啲係災茶定係點樣㗎？呢啲都係垃圾啊！有車轉入嚟，前面呢度啊，就係電視睇嗰度啦，最入嗰即係中心嗰個位嚟，咪見到有個架。上面係地震之後嘅輪島朝市，下面係地震之前嘅景象。可以睇到朝市原本係起滿晒建築物，並唔係一塊空地。有個燒淨嘅鐵架喺前面嗰棟啊，仲喺度啊！估唔到就喺眼前，太震撼啦！呢樣嘢睇佢第一就似核爆。即係核爆我冇感受過，但係睇相係似核爆咁樣就炸成一棟啦。另外就係海嘯311嗰陣時，2011年311嗰陣時就係咁樣啊，衝正一棟喺度。咁另外就係今次呢個火燭啦，燒淨，佢係火燭燒淨。咁前面
佢係開始咗解體，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入㗎啦。前面咁我都唔會打算特登去入嘅。好，咁我就喺度再同大家講一講。哦，我將個鏡頭擺高啲，後面就係個海嚟㗎啦，已經。哦，經左轉，然後咁樣，佢有車入緊嚟，想去搬嘅定係點樣？哦，重機啊，我嚟挖嘢㗎。睇下先，影者係啦，嗰度啊，個哥哥驚我行入去。咁睇到永井豪紀念館喺右手邊嗰度嚟嘅，見到 G.O. 高，咁即係個豪嗰個諧音，永井豪豪字嘅諧音啦。不如解釋一下點解今次能登半島地震咁多瓦礫、咁多倒塌房屋仲未清理？主要係有3個原因。第一個最想介紹嘅就係公費解體。公費解體即係用政府嘅津貼嚟拆屋同埋搬走瓦礫，呢一個手續係非常之繁複。例如喺石川縣裏邊，大概有8萬棟以上嘅住宅倒塌咗，有啲損毀就比較輕微，而有啲就完全住唔到人。涉及瓦礫嘅重量估計有240萬噸，而去到6月24號嗰陣時，所有申請裏邊只有4%係進行緊，即係其他96% 申請上係有問題。要去申請公費解體，手續真係好繁複，主要係分為2部分。第一部分就喺地震保險特輯裏邊都介紹過，屋主要去申請罹難證明書，罹難唔係人嘅罹難，而係建築物嘅罹難。要交去建築物所屬嘅地方政府，而由地方政府去判斷究竟建築物係完全損毀、大規模損毀定係一半損毀等等。罹難證明書申請完，而地方政府接受咗之後，就可以申請公費解體。呢一度都有6個步驟。首先就係去預約個申請，第二就係去準備有需要嘅文件，第3就係正式申請，而批咗之後先開始進行工程。例如事先去建築物前面去確認要拆邊一間屋，第5先至正式解體，去到最後就係搬走廢物同埋瓦礫。步驟已經好複雜，作為地震之後嘅屋主要去做咁多嘢，實在唔簡單。不過最大嘅問題就係申請人有冇資格。好容易想象，譬如屋主喺屋裏邊因為地震房屋倒塌而失去性命嘅話，咁屋主自己就唔可以去申請任何嘢，就要交俾承繼人去做。首先要將屋主嘅名轉去承繼人，已經非常之麻煩。第二，喺好多鄉村地方，呢啲建築物或者土地嘅名義，有陣時都唔會管理得咁完善。例如喺阿爺嗰代已經有呢間屋同埋有呢塊地，咁阿爺過咗身，父親嗰一代冇去做任何手續，就咁喺度住。遇到地震，父親過咗身，去到自己嗰一代，咁當然名義唔係自己父親，亦都唔係自己，係祖父嗰一代嘅話，要去準備啲文件，要去搞手續，就難上加難。另外仲有一個情況，就係鄉村地方嘅土地同埋屋，有陣時係分開管理，即係未必涉及一家人，可能涉及一族人，一族人裏邊各自擁有一小部分。咁如果要申請嘅話，就要有所有人嘅同意先至可以申請。咁所以有一部分房屋冇辦法申請，而相關人士又唔願意出錢嚟清理嘅話，咁就只有等。因為屋同埋土地都係私人擁有，政府唔可以擅自去做決定去清理，所以有部分人指責政府點解唔做嘢，點解唔去清理？其實背後就有原因，就係政府唔可以擅自去喐動一啲私人嘅資產。因為之前地震之後，市政府清理咗一啲私人嘅房屋嘅瓦礫之後，俾相關人去告，咁所以好多地方政府都非常之小心。而講到政府，因應今次能登半島地震，都有推出一啲手冊去教人點樣處理。例如有一啲情況就係建築物損毀得非常之嚴重，市政府就可以有權去判斷清唔清理。例如呢度有4幅相，就係一啲例子。譬如左上角就係成間建築物倒塌，右上角就係成間建築物已經完全燒毀，左下角就係最下面嗰一層倒塌咗，
而右下角就係成間建築物淨係得返啲柱喺度。呢啲咁嘅情況，地方政府就可以自己去判斷去唔去清理。不過地方政府都好少擅自會去清理，都會同建築物嘅相關人士去溝通完之後，先至會去清理。以上解釋嘅公費解體就係一個好大嘅原因，令到建築物倒塌咗都唔可以及時去清理。而之後兩個原因係可以用常識去判斷，例如地震咗之後，水管好多都爆裂咗，有啲地方就冇水。而冇水嘅話，最大嘅問題就係唔可以留宿，同埋生活上都有好大嘅問題。換句話講，如果冇水嘅話，就好難喺當地度做工程。今次地震裏邊大概有11萬戶係遇到冇水嘅問題，大概過咗5個月之後，即係2024年5月尾，大部分嘅水管終於整返好，恢復供水。而第三就係同建築工程有關，一次過有咁多建築物要去清理，建築業嘅人手當然一下子應付唔嚟，再加上一啲器材同埋一啲物資成本呢幾年高漲，亦都係令到清理嘅工作未能夠及時進行。總括一下，以上3個主要原因：第一就係公費解體申請比較繁複，第二就係冇水問題，第三就係建築成本高漲，再加埋各種原因，就令到今次能登半島地震清理倒塌房屋遲遲未能進行。就係咁樣，前面已經係解體緊，即係拆緊屋，所以封咗路噶啦。咁位哥哥喺度曬熱頭，其實都幾辛苦。再望嚟呢邊啦，呢度一間屋，應該唔係普通屋嚟嘅，可能即係大型嗰啲設施嚟，都燒到咁樣。然之後揾到一個，真係我幾無奈，避難所喺前面 Fureai Kenko Center， 點樣避都冇用，呢度燒成咁樣。我去海邊嗰度睇一睇咯，咁順便我想食個飯團。海邊我翻嚟，我去呢度。咁樣嗰個，呢個係乜嘢嚟都睇唔到。咁有啲位可以感受到係火燒嘅。好似炭咁樣啲木燒到，但係啲瓦呢係完全冇問題嘅。究竟邊個喺度整啲咁嘅嘢啊？真係好令人傷感。佢將啲冇打爛嘅招財貓係咪呢？擺晒喺呢度。有紮鮮花，呢啲係叫做府中大樂。前面就好似未起屋嘅啲地盤咁樣，呢個就係基礎叫做。見到啲鮮花都遮晒，咁千祈唔好忘記，除咗呢度係一個廢墟之外，咁亦都有人因為呢個地震再加上火災而導致失去咗寶貴嘅性命。呢個係唔可以忘記嘅。燒到鋼同埋木啊，連為一體，定係膠嚟嘅呢啲？可能係膠嚟嘅。燒到黑晒。呢邊都過唔到，完全塞住晒，去唔到海邊嗰邊。大正元年
哦，建築物全部或者一部分崩壞、落街同埋層破壞。瓦頂咁得意嘅，一個環一個環咁樣。呢度係咪樣嘢㗎？佢個咁大個兜，佢12點10分係啱嘅喎，原來時間係啱。有雪櫃係咪釀酒定係釀乜嘢嘅呢度？冇寫。清爽嘅海風，但又好熱。哦，係釀酒嘅日吉酒造店，釀下酒都釀唔到。啲樓冧到出嚟個馬路嗰度。一樓冧咗，跟住將嘢貼喺2樓嗰度，寫住危險。佢冧得都幾有技巧，掂唔到隔離屋。咁呢度寫住5道屋嘅輪島圖創作漆藝，主席會寫5道屋，就係嗰間冧咗好耐都仲未清拆嘅，仲未搬走嘅嗰個大廈，仲未去睇。我見到一樣好得意嘅嘢，就叫你用笑容去入去，同埋咧叫你閂，如果唔係咧就會有貓。笑容嘅話，即係你唔好苦埋苦面咁樣，兇神惡煞咁樣走入去返工啊！呢個位係呢度呢間神社市基社已經變成咁嘅樣。望返轉頭呢一邊係一條參拜道嚟嘅，咁樣分開咗，但係都隔唔到火。呢度都幾大對比，呢間完全冇事，隔離嗰條街全部都係燒到焦土咁樣。隔離嗰間都冇事啊，係角落頭呢2間冇事，咁都得。冇辦法，今日個活動嗰個 limit 係去到晏晝3點嘅啫，而家已經去到1點，仲有2個鐘頭，好快就去到3點嘅啦。你走咗班車嘅話就好煩。係，我想俾大家睇嘅一樣嘢就係行到呢度，我終於發現啦。咁呢度係火燭嘅，呢邊係咪冇事嘅？大家睇下佢呢間屋，佢呢盞燈啊，係俾啲熱氣攻到屈晒，變咗形。咁就可以感受到當時嘅熱氣。如果喺呢度冇埲牆擋住嘅話，係人企喺呢度嘅話，咁都幾大劑，係燒到嚟呢個位。咁睇佢外牆又冇乜點樣分黑咁樣，喺嗰個膠嗰度變晒形。條樓梯想點啊？咁樣上到去上咗幾級？跟住就冇咗啦，天線咁樣燒到，仲要係原封不動喺度喎，淨係嗰條樓梯保存到咁樣。呢架車燒得都幾恐怖，啲玻璃溶咗，一嘢劈落去嗰個位嗰度，前面呢都係溶到一劈劈。
好，咁講完嗰塊係啦，係呢個資源問題啦。咁好多人又去嘈啦。而家係另外一邊大阪嗰邊就萬國博覽會，下年就會進行。有人就會鬧啦，係咪嗰啲建築公司集中咗喺大阪博覽會個建築工程嗰度，所以就令到輪島呢度嘅復興呢就遲咗。咁呢個指責，我覺得係合理嘅，而真正都係發生啲咁嘅事。另外一面要去顧及嘅就係大阪係關西。嚟輪到呢度係有一段距離，我喺京都嚟，咁我都唔可以好快咁樣嚟，我要坐特急，要坐新幹線，轉咗2程貨車，再坐巴士先嚟到，閒閒地都3個鐘、3、4個鐘，咁揸車會可能快啲啦。咁呢度嘅問題就係嗰啲工人，譬如喺大阪啦，當喺大阪附近一帶嘅，咁樣砌翻好佢。咁佢嚟呢度做嘢唔係冇可能，但係佢開嗰張單，工程費合理嘅，照翻平常，冇開天殺價。但係交通費、住宿費，佢開翻正價，即係開翻佢原本應該要收咁多。佢大阪或者關西啊嗰度嚟呢度，咁佢要收翻佢嘅成本。啲人見到咁貴嘅話，咁就唔好啦，我等啦，冇辦法，俾唔起錢啦咁樣。呢個就係另外一個觀點，另外一個原因點解會咁遲？所謂嘅公費解體。唔係我想象之中嘭嘭聲係好勁好勁咁樣不斷喺度清緊嘢，而係逐啲問啲。我見到新聞片段去報導，有幾部機係喐緊嘅。而家暫時我見到係呢一忽比較多。我行過去之前，我想俾你睇呢一邊左手邊線龍子冧到咁樣。呢度睇遠啲，我唔好行咁近啦。我見到佢解體，哇！呢個咁樣斜落嚟都恐怖啦。呢啲咁嘅機，呢一棟樓燒到咁樣，架車得翻棚骨。我睇埋架車，跟住再講少少先，同關於建築有關嘅。炭咁樣架車，而家可以叫啲小學生嚟呢度學習啦。架車呢度幾多？6個座位啊，得翻棚骨啊，好恐怖啊！好講建築，咁而家咪興 AI 嘅，即係唔係話興咧，即係嗰個技術咧 AI 已經可以做到啦。咁實際上係有建築工程、建築地盤咧係用 AI 係非人手去運送嗰啲物料、運送嗰啲泥沙、運送嘅挖完嗰啲嘢，同埋咧操縱嗰啲重機、重型機器。可惜喺啲災區嗰度咧係好難做呢啲咁嘅嘢，因為啲災區嗰塊地咧冇整理好啊，無人駕駛嘅話係好難去操縱，佢好多變數。如果新起嗰啲地盤嘅話咧，由 Day Zero 開始設計晒嗰啲路線點樣行、點樣走，然之後就可以 auto run 啦。但係而家你睇下咁樣，呢啲咁多複雜，譬如個 AI 咁樣踩到呢啲嘅話，佢都唔知道係停好啊，定係繼續向前好？佢究竟要挖前挖後好定係點樣？咁挖嗰個 AI 係 OK 啦，接應嗰個 AI 將嗰啲殘渣運去另一個地方，個 AI 又唔知喺邊度停，咁所以嗰個科技仲未到。咁另外要專門發展啲 AI 嘅話，咁但係要係災害先用到嘅 AI 嘅話，咁個銷量或者收入啊等等嘅話，即係開發個成本咧，好難去確保啊！地裂啊，咁咧就唔會裂到個人會跌落去嘅。希望中意睇最新日本影片嘅觀眾可以課金俾我，幫助我可以拍更多更好嘅影片。課金有幾個方法，有 PayMe， 香港觀眾可以用呢一個，仲有 PayPal， 住歐美嘅觀眾就好方便。PayMe 同埋 PayPal 金額係任意，睇完每一條片覺得好睇嘅話，每個觀眾課金少少，夾埋嘅話對我嘅支持就好大。而之後就係 Patreon， 呢個係每個月自動課金一定嘅金額，長期支持 Patreon 就最好，我亦都係最開心。而最後以上3種方法都唔啱嘅話，就可以揀 YouTube 嘅 Membership。咁我已經講咗主要個3點啦，咁所以唔需要太過猛整咯，唔可以好順暢咁樣去 run 嘅話，咁實有佢理由。
亦都唔係一定係有人喺度搞事，亦都唔係有人喺度坐喺個 office 度，除咗對鞋，將對腳放喺個台上面，喺度摁住一路喺度飲白蘭地，未必係一啲咁嘅事。可能有人喺度咁樣做，但係好多人90%以上嘅人都係好積極咁樣去面對呢件事。可惜制度上、金錢上、人手上、物資上各種，就令到件事呢唔可以推到咁前。喺呢個燒到好似廢墟咁嘅輪島朝市，都有啲新嘅芽萌生出嚟，生出綠葉。